大家好，申万我看到赵丽颖的贵人于正盛赞王一博的刘毅，立马就笑了，因为申万我100%肯定娱乐大 V 无良大号肯定100%会拿来借题发挥，会用来蹭一波零成本零智商的流量。因为懂得于正的人就跟懂得王一博的人一样，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即便申万我的话术比不上于正，但是看穿他的话术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他到底对王一博说了些什么呢？当傅东玉、王一博、野蛮生长、赵丽颖这些熟悉的名字串在一起的时候，您会想到粉丝造反事件吗？您会想得到这部《野蛮生长》会登顶年度剧王吗？您会想到当年真爱粉丝的集体智商吗？您又相信因果轮回吗？那么为什么这部剧中傅东玉会对赵丽颖发火呢？如果您的脑袋中一片问号，其实惯常铁口的申万我已经在去年第一时间就密切跟踪，深刻聊到了各种背后的唏嘘和硬核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再回看这一整场掩盖当中的，同样也让王一博心痛和难堪的乌镇事件背后的影子，几乎都是去年粉丝造反事件的蛛丝马迹和因果循环。最近网上突然流出了一张王一博和钱枫两人一起露营的自拍照，看上去心情都挺不错的，笑口满面。当然了，每个人照相的时候注定都是这样子，没人愿意苦瓜脸上镜，对不？王一博和钱枫之前都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一同主持那么多年，照顾肯定是少不了，所以想来关系也是非常不错的。老实说，如果不是大家放大图片看清后说这个是钱枫，还真的让人认不出来。大家对于两人露营其实隐约是觉得不太好的，因为之前钱枫的事闹得还挺沸沸扬扬的，后来也没有再公开活动过，大家对他的印象挺不好的。这些硬核深扒，申万我照样不会缺席，都有第一时间的深聊。娱乐圈就这德行，没有完美的人，只有完美的人设。当人设崩塌的时候，人也就没了。不知道您赞同申万我的说法不？王一博近来也在调整当中，也没有什么消息路透了，电影暂时还没有上映，没有参加什么综艺，也没有什么活动，更没有进新的组，感觉突然就消失了一样。这张照片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不过这个时候流出来确实不太好，一是禁娱，二是钱枫名声不好，但这个明显是自拍照而不是别人拍的，这个流出的途径就有点令人想不通了。而且还有人在于正的微博下留言，让他点评一下王一博的演技，而于正的回答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他说这个黑粉有完没完，王一博的戏好不好都有人看，你在我微博里的戏我就不想看。这个话一出，大家就有点浮想联翩了，什么叫剧好不好都有人看，这确定不是在内涵。随后于正还回复了该网友一条说，他不怕得罪谁，最讨厌这种想引导别人说不好的话却不敢直接说，并表示明星本来受的议论就多，他们无需计较这么多，还批评该网友披黑粉皮。话说于正指责起别人来倒是挺义正言辞的，但如果他不回复这个网友，且不说这么模棱两可的话，哪来这么多争论呢？再说了，要论内涵和阴阳怪气，谁能比得过他呀？哪来的脸去说别人呢？真的是戏精本人了。关于王一博的演技，大家争议其实还挺大的，好的觉得非常好，不好的则觉得不堪入目，典型的两个极端。而他最近2年拍的电影又都还没上映，路人则是观望的状态。当然了，申万我注定有自己的独家观感和视角，也注定不会跟其他所有机器人频道有任何苟同的火花或者口水，因为申万我的思想核心就是胡思乱想。或许只有永恒与别不同，才是木秀于林、鹰击长空的存在价值。不管您认不认同申万我的独家说法，但是赵丽颖应该是认同的，因为她真的就是与别不同的娱乐圈存在体，热度第一，豆瓣8.4，而且终于不甜宠、不古偶，是国产剧里很久没见到的大时代。赵丽颖、欧豪、李光洁主演的电视剧《风吹半夏》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爱奇艺播出，豆瓣开分8.4，非常优异的成绩。《风吹半夏》是赵丽颖近5部电视剧中豆瓣评分最高的一部。2022年第48周电视剧角色贡献榜当中，赵丽颖一马当先，绝尘而去。统计时间为11月28日到12月4日，数据来源于酷云。
统计剧集播放平台为 CCTV1、CCTV8、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等晚间19点30分到22点时段播出的电视剧。角色贡献度指角色在参演节目中曝光时长与全网热度的综合表现。角色曝光度指角色在参演节目中曝光时长占比。风吹半夏有3个角色上榜，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欧豪饰演的童潇齐，李光洁饰演的赵磊。第1名，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贡献度12%，曝光度42%，断层第一。第2名，罗晋在《天下长河》中饰演的康熙，曝光度为5.78%，曝光度为23.13%，基本上是赵丽颖的一半。断层真的相当明显。虽然新万我很讨厌使用断层这类属于战斗粉的烂词，但不少人喜欢，新万我也没办法，偶尔媚俗算了。今年赵丽颖还播出了一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豆瓣评分7。2021年赵丽颖主演的《谁是凶手》，豆瓣评分6.2。2020年赵丽颖主演的《有匪》，豆瓣评分5.6。2018年赵丽颖主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豆瓣评分7.8。这5部电视剧的平均豆瓣评分正好是7分，赵丽颖已经是品质保障了。赵丽颖选剧本的能力堪称一绝，狡兔三窟的思路内于冠绝。赵丽颖主演的这5部电视剧风格完全不一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是一部宅斗剧，讲的是民国的故事。有匪是一部古装偶像剧，所以评分最低。虽然是架空的故事，但最像我们历史上的南北朝。谁是凶手是一部犯罪悬疑剧，讲的是当下的故事。幸福到万家是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讲的是2009年的故事。风吹半夏是一部创业剧，讲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故事。这5部电视剧发生的年代都不一样，赵丽颖演了上下5000年的故事。话说，扔掉了野蛮生长的改开气魄和灵魂用词，风吹半夏名字就很青春文学了。这些改名的硬核，欢迎好奇心自行自助，但题材还是硬的。亲情、商战、女性，这仨元素单拎出来，哪一个在当下的国剧市场不是有效词？导演傅东育导演过《医者仁心》《破冰行动》，主演阵容：赵丽颖搭档李光洁、欧豪，配角老戏骨压阵王劲松、刘威、柯蓝。改编自阿奈的小说《不得往生》，配置绝对不低。风吹半夏究竟表现如何？如果以2个参照物来比较的话，那就是《欢乐颂》以上，大江大河未满。首先，一眼能够看出风吹半夏的质感不同于一般国产剧，它摆出了时代剧该有的架势。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流行词“倒爷”，当时正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型，很多商品是价格双轨制，只要你有门路，就能通过倒卖货物来赚差价。许半夏、赵丽颖就是其中一个。他和好友童潇齐、欧豪是陈宇宙、黄登登是无意中发现了商机。钢厂有不要的废料可以拉去卖钱，一斤是多少呢？6毛。这一转手就赚了3158.2块。而1996年，当时一个普通职工月收入也就是500多块，来钱多容易。尝到了甜头的许半夏决心把生意做得更大。一场行业大会上，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第一步。这场会展示了改开背景下钢铁行业的全新生态图。率先上台致辞的是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副会长高跃进、柯蓝氏，他代表的是政府力量，占主导地位。武建社、刘威氏、裘必正、冯家怡氏、许半夏等人围坐一桌，他们是中小钢铁业民营企业主，想要做大只能抱团取暖。以赵磊、李光洁是为代表的外企力量，一进门就有很多人拥上去敬酒，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是香饽饽。历史的齿轮这时正转到了民企这边，民企的带头大哥武建社得到了一个门路。北边也就是苏联有大量的废钢，如果能想办法进口，转手一卖能赚上百万。问题是谁能拿到这批钢材，又怎么打通层层关系？许半夏琢磨起了这门生意，就像风吹半夏原本的剧名野蛮生长。这是一个没有现成经验的年代，全靠胆大的人横冲直撞，就看谁能撞开那扇门。为了吃下这批钢，许半夏必须建起相应面积的堆场来存放这批钢。但是他看好的滩涂属于一个渔村，偏偏渔村的老板也不是吃素的，
坐地起价，狮子大开口，租金一路从20万涨到了50万，甚至70万，这让许半夏非常焦虑。没有堆场就借不来钱，没有钱这笔生意就黄了，自己压进去的身价也几乎全部败光。此时，快为这事儿跑断腿的陈宇宙和童潇琪想到了一个主意：要是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此话一出，连2个人都吓青了脸。可半夜，几辆大卡车装满了废机油，趁着夜色冲进了滩涂。最终，许半夏顺利拿下了这块地。然而，村民赖以生存的养殖业却因此被葬送，整个水域也遭受了无比严重的污染。现在，你更直观理解何为野蛮了吗？当然，女主还是要符合正确价值导向的。他赶走了谋划这起事件的童潇琪，用更多的钱来补偿村民。一方面，风吹半夏的确触及到了几分时代的脉搏；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在几种矛盾的力量中寻找平衡。带血的第一桶金和积极健康的女企业家，主角的求新求变和变革中因为分家不均被抛弃和遗忘的工人，励志的创业故事和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幕关系。这些棘手的矛盾在当下影视剧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解的，而这客观上也决定了风吹半夏天花板，跟着就是打造年代感。风吹半夏里里外外确实花了心思，剧情设置在东南地区的海滨城市，比内地更快接收到了外面的气息。赵丽颖的造型，乌发红唇、大波浪、大耳饰，不就是典型的港风？桑塔纳、大哥大、东风汽车、童潇琪和野猫在音像店里看到的发哥港片，这些颇具记忆感的老物件都出现过。1996年，法治建设仍然是社会重难点，在市场的野蛮生长中，民商、刑事、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要逐步补位。童潇琪早在1991年因为替许半夏出气，殴打其丈夫致残被判进监狱。出狱后，她本人和身边的兄弟做事依然带着一种无视法律的匪气。但遗憾的是，你刚被年代感带入氛围，迎面撞见的还是熟悉的一套，比如反女性剧就摆脱不了的原生家庭，凸显女主的美强惨；比方都挺好里苏明玉的恶毒亲妈，欢乐颂吸血樊胜美的父母和兄嫂，安家中房四锦也同样。这些俗套必须齐活，否则失去冲突。这是深万我同样离不开的无奈套路。不向生活低头，代价就是没有前头。欢迎您在评论区为这句话扔砖。许半夏出生时亲生母亲去世，父亲嫌他便取名半夏。半夏是一味中药名，熟半夏治病，生半夏有毒。母亲去世后，其父再婚，娶来的后妈也不是善茬，一见面就是找他要钱给妹妹买钢琴。而在许半夏的从商路上，编剧又为他安排了一个被捉奸在床的丈夫，上演一出手撕小三的戏码。在商战的设定下，编剧为女主设置的障碍却仍然大量依赖原生家庭、婚姻狗血。哪怕不是许半夏自己，童潇琪泡上会长的女儿，会长找上门来，许半夏只有瑟瑟发抖的份。旁人给许半夏惹的麻烦都那么有青春叛逆文学的调调。这样的情节偷换掉的是许半夏在商战中，在时代洪流中真正面对的困境是什么，也就无法看清他的成功是从什么当中生长出来。说回年代感，它并不是简单的提醒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也不仅是老物件、历史事件的符号，就像风吹半夏频繁用流行歌曲拨动观众的记忆，而是让观众能够抽离当下，进入人物所处的时代处境。那个氛围是什么？主角在承受什么？他又为何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以大江大河为对比，何为大江大河的年代感？就是一开场让你感受到宋运辉的无奈，甚至气得拳头硬起来。在政策的东风下，宋运辉从山杯大队的喂猪人变成大学生。姐姐告诉宋运辉，他考了县里第1名，可以上大学了。这里有一个细节，姐弟在回家的路上，激动地念起当时的最高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在政治审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现，为建设4个现代化选拔人才。这是关系到我国千秋万代的大事。
这是人民日报上的消息。接着是政审，姐姐向当时的革委会送去政审材料，却被驳回。然而驳回了材料的这个人，是当时已经拨乱反正后靠边站的3种人。但他们就在身边，且手里仍有一定权力，不能不让人忌惮。最后，姐姐把政审材料交给了李主任。李主任虽然收下了材料，但宋运辉一开始并没有通过政审。他来到革委会与李主任争辩：“李主任，让什么人上大学，许哪些人上大学，这上面有政策，领导有安排，组织能负责，这是你能过问的事情吗？看到了吗？”于宋运辉是国家经历10年浩劫后重回正轨，社会秩序逐渐厘清，自己也随之迎来人生的起色。是政策落实、社会重启中有着反反复复、瞻前顾后和循规蹈矩的反弹惯性，也是无论如何摇摆动荡，最终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大步流星、青云直上。最高层政策层面的大气候，执行过程中的局部气候，最终成就了宋运辉个人奋斗史的小气候。年代剧成功的精髓即在于此，时代不仅是立在主角身后的背景板，更是挡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主角绝不是片叶不沾身的擦肩而过，而是紧紧撕扯，甚至头破血流的交锋。风吹半夏能让人看到年代，但许半夏遭遇的种种又无法和我们经历过的年代真正联系起来。比如第一桶金，工厂里的废铁难道真的会没人要吗？必须等到女主来发现商机，就凭女主没有任何关系，只和同学父亲打一声招呼就能搞出来。要知道，那是一个连废啤酒瓶盖都不会被遗漏的年代。拿到第一桶金后，他迅速开了公司，但开公司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是那么陌生遥远的事。许半夏如何从500块钱就直接跳到了这一步？没有交代，好像是一蹴而就。每人再从中拿出500块钱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剧的一出戏演，是剧开始的起点。立住了，剧集的年代感便可和观众的代入感叠合沉浸；立不住，入戏感率先就消失了一半。相似的一处情节还有许半夏和5建设一行人去北边买钢，到达之后才发现被骗了。此时其他人悻悻而归，只有许半夏决定留下来寻找商机。确实，他的商机来了，但是这样来的，他抓住了骗他们的骗子。骗子得知许半夏做钢铁生意，便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舅舅给许半夏，盘活了许半夏的死局。这到底是成人的发家史，还是剧本杀过家家呢？外企经理冒着巨大风险，私自将千万巨款打给一个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商业经验的许半夏。关键是许半夏压根就没跟他透露过实情，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啊？如果这都不算爱，那还能用什么来解释？其实每次危机关头，观众最想看的是他如何在正面较量中展露商业智慧和经商手腕，起死回生。可惜，编剧依然以天降大饼来化解危机，主角大开金手指，危险消失。如果你期待的是另一部大江大河，风吹半夏不够大气，但大多数人已经感到满足，因为哪怕不能十分贴合时代，我们也终于等到一部能和时代打上交道的剧。没有经历过90年代的年轻观众沉浸在了氛围中，真正还有印象的观众也没较真的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较。台上人仍在演着当年事，当年人却一言不发，只是默默走着路。那些往事终究是难以回首，欲说还休，只顾让那故事继续热闹的演吧。身外我只能说，越多共鸣和记忆的加持，就越多共情出来的掌声和影评，这是剧王的话外音。这就像鬼才编剧一天到晚捣鼓的话外音，原理同框。于正在内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大家都清楚。捧红了一众艺人，可惜嘴不饶人，极其懂得何为营销。但凡是于正想要在网上掀起一点风浪，就爱回复网友们的提问，无论是内娱艺人还是诗词歌赋，都爱回答。本来于正和王一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们既没有合作过，圈子也不重叠，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可就是有那么一些不长眼的存在，非要去于正那里找寻王一博的存在感。都知道于正快人快语，不排除他炒作的可能，但他的回答的确容易上热搜，尤其是在回复网友们对内娱艺人的问答时，甚至将他人恋情曝光。于是，当王一博的黑粉带着王一博在抉择中蒋先云的剧照去于正那里，要求于正点评一下王一博演技时，那股子白莲花的味道可以说是溢出屏幕了。很显然，黑粉是希望从于正嘴里听到批评王一博演技的说辞，期盼着于正对王一博进行犀利的批评。如此，当全网发酵王一博的黑料时，那也是于正的锅。而他这个最先引出话题的人，可没他什么事。只不过，于正并没有上当，不仅在评论区中直接点明了提问者的身份是王一博黑粉，更是直言黑粉太逊，连光明正大讨厌一个人的勇气都没有。有人于是说，于正的这波操作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了。这不仅仅是王一博粉丝们的感觉，也是内娱所有艺人粉丝的想法。当然了，申万我喜欢笑这些强行解读并且解读歪了的画风。内娱艺人之中，有谁没有黑粉和批评黑呢？黑粉将对于艺人的那些污言秽语宣之于口，大家自然知道黑粉的恶心，都会离得远远的。可批评黑却是让人防不胜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原本披着一层粉丝衣服的黑粉就会脱下外衣，暴露出本性来。有时候，一个艺人群体的疯狂并不是真实的，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批评黑突然显露本性，但在外人看来，那就是艺人的粉丝，这何其无辜！不是每个人都有辨别批评黑的能力的，而于正在娱乐圈混迹多年。现在很多营销手段都是他玩剩下的，自然可以看得清，不会被黑粉牵着鼻子走。而实际上，王一博在于正那里的评价究竟怎么样，在2年前就已经有答案了。那是有匪播出之时，就曾有人询问过于正，而他的回答是以王一博这个年纪来说，演得很好了。这个评价对于王一博来说已经足够了。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演员，2015年参演电影《梦想合伙人》才正式进入演艺圈，他的戏龄实在是太短了。能够得到一个制作多部电视剧的导演、制作人一句合乎他年龄的演技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有匪的拍摄时间是在2019年，距今已经有4年时间。王一博的演技也是在不停进步的，被多名业内导演所认可。如今的王一博早已在影视圈中稳扎稳打，有自己的代表作，自己也不缺资源。他的演技也逐步被大家所认可，而黑粉呢，除了到处丢人现眼的四处挑事，也做不了什么，着实是可笑。申万我最推崇的守护正主的方法，除了念念不忘之外，不去打扰，隔着屏幕也是一种讨人欢喜的美。您说对不？按说赵丽颖的小圆脸和高清啥，蛮讨人喜欢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导演会朝他发火呢？有时候鞭策是需要鞭子的，成长是需要痛苦的。申万我这个说法真的贯穿了整个频道的中心思想，因为温室的花长不大。这次意外火得不得了的《风吹半夏》，导演傅东育终于笑着说出了许半夏和赵丽颖的缘分。他说，很多人想演许半夏，我联系了赵丽颖。《风吹半夏》是一部励志题材的年代剧，许半夏这个角色需要很近。说实话，前来毛遂自荐的女星很多，但是很多女星身上还是柔柔弱弱的。许半夏需要一个狠人演，最后我联系上了赵丽颖。那么为何要联系赵丽颖演许半夏呢？导演傅东育补充，他在为许半夏这个角色谁来演范南的时候，一次无意中看到赵丽颖在古装剧演的一段情节，她的对手戏表现很有张力，赵丽颖这股拼劲和许半夏太像了。导演于是赶紧联系赵丽颖。赵丽颖那个时候刚刚拍完郑晓龙的《幸福到万家》，也参演爱奇艺迷雾剧场《谁是凶手》，听说是张庭老师编剧，根据阿奈老师的小说改编，赵丽颖很感兴趣。而且此前她和傅东育导演合作过《理想照耀中国》，在剧中饰演了雷金玉。此外，有趣的是，爱是需要双向的。赵丽颖那边很喜欢许半夏，但也心存疑问。赵丽颖拿到剧本，被许半夏这个角色深深吸引。这个人从一个收废钢的草根逆袭成为一个有魄力的企业家，这股拼劲是最吸引他的地方。当然，
导演让赵丽颖饰演许半夏的原因，还有就是赵丽颖的经历，从一个河北农村出来的小姑娘，硬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从默默无闻、跑龙套逆袭成国内顶流演员。她吃的苦不比许半夏差。赵丽颖曾在星空演讲中讲述了自己一路走来被业界排挤，最后成功逆袭的经历。赵丽颖接受了傅东育导演让她演许半夏的邀请，她也心中藏有一个疑问，准备去剧组大家围读剧本时候询问导演。跟着呢，导演也不含糊，让剧组为赵丽颖准备了180套服装。导演说，为了突出这个许半夏这个大女主的形象，我们剧组为她制作了180套服装。我看到有人说这个许半夏造型比较油腻，穿的土气，那是1990年代，实际许半夏穿的是最时尚的。导演解释了许半夏的造型争议。当然，赵丽颖为了丰富这个人物，在剧中不只是不断换衣服，她的耳环替换最频繁的。2021年9月中旬，赵丽颖来到宁波，与幸福到万家的刘威老师再度合作，还有李光洁、欧豪等人。她一到剧组就请教傅东育导演，许半夏这个人物，我觉得最难演的就是那种信念感，怎么体现这种信念感呢？导演告诉他，就是把许半夏的不服输和倔强自然表现出来，不用力过猛，也不能太柔。他的信念感的力量源泉就是自信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赵丽颖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导演帮她建立信念感起了很大作用。和赵丽颖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都说，赵丽颖很有吃苦精神，毕竟她就是靠吃苦走到今天。演戏哪能不吃苦呢？更好玩的是，导演还说，我差点骂了赵丽颖。问起导演对许半夏的那场戏印象很深时，傅东育说，还是赵丽颖打欧豪耳光的那场戏，我差点就发火要骂赵丽颖了。大家看到在开头几集，赵丽颖狠狠打欧豪耳光的戏份，那可是真打的。赵丽颖起初不理解，有很深情谊的哥们几个，许半夏怎么能打童潇琪的耳光呢？他问导演，导演说，这是许半夏性格因素决定的，他做事有拼劲，正因为对朋友爱之深，才会恨之深，打也是一种关怀。但是赵丽颖还是下手不够狠，那么多剧组人员都等着赵丽颖这场戏拍完呢。导演声音也提高了，感觉快要骂人了。最后赵丽颖豁出去了，她不仅狠狠打欧豪几个大耳光，还加了戏份，就是歇斯底里抓狂欧豪的头发。赵丽颖狠到啥程度，竟然把自己手都打肿了。当然了，这些趣味短视频，欢迎大家围观赵丽颖的之后的凶狠和之前的被骂。于是乎，豁出去的风吹半夏现在火了，爱奇艺热度飙到9000以上，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也获得超高收视率，豆瓣评分8.4分。这一切都让导演和剧组其他人员很开心。陈宇宙的恋爱故事心酸，但戳中泪点。赵磊和许半夏成年人的爱情有点油腻，但很现实。童潇琪和野猫的爱情一波三折，但很甜蜜。所以身外我很喜欢强爱恨很分明的剧情，因为张力十足，带人入坑。这玩法编剧于正最懂。2020年12月17日，于正在绿洲发文感慨称，发现一部古装剧网上一片叫好，尤其是男主角的演技还上了热搜，疑似暗指热播剧《有匪》的男主角王一博。因为这2天只有王一博演技上了热搜，于正表示，演技是用来干什么的？观众觉得好不就行了，何必去分析他是否专业呢？于正还由此自省，在节目中的点评是不是太过了？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些年轻孩子的演技是一样的。于正还表示，接下来自己要宽容一点，在有限的时间多给予年轻人帮助。于正的这篇微博看上去很中肯，但其实是内涵王一博演技不行，因为他说了一句观众觉得好不就行了。于正在我就是演员3中怒批李问翰演技太差了，而李问翰和王一博都是年轻孩子，正好还都来自 Unique 男团，所以于正应该也是认为王一博的演技不好，没有必要用专业的眼光去评判他们。于正的这条微博应该会迎来王一博粉丝的怒骂，从而达到宣传我就是演员3的目的。这也是浙江卫视请于正的原因，因为于正敢说，不怕得罪人。跟着于正做了一档演技类综艺《演技派》，由于正担任发起人，
吴镇宇、张静初、张颂文担任表演老师。当时，于正为了宣传节目，力赞王一博的演技好。作为一个1997年出生的新人，能演成这样非常好了。接着呢，戏精还没完，1年之后，王一博在于正的眼中演技就不行了，真的是双标啊！或许于正发现了，夸流量明星带来的影响力，不如贬流量明星带来的影响力大。于正最近和浙江卫视走得很近，不仅参加了《我就是演员3》，还参加了《美味夜行侠》。于正在一档《美味夜行侠》节目中碎碎念吐槽尹正、秦霄贤，没想到话音刚落，椅子就被坐塌了。随后他一脸惊讶地问：“怎么会这样？”晚间，于正发文回应：“我才100多斤，怎么会塌？你们觉得节目组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意外？”于正这条微博也疑似证实了浙江卫视喜欢搞事情，经常故意做一些效果。著名编剧汪海林曾经发布微博暗讽浙江卫视故意找于正这样的人当导师，因为于正容易招骂，这样节目就会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这就是戏精人生，因为人就是戏精，他的话要挤干了水分才是正解。特别是新万，我在过往于正和赵丽颖交集的视频当中都有全面的综述。总而言之，人精需要懂政治、讲政治，他是一把好手。他有时哀叹没钱的时候，更是一把会来事的好手。为什么新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赵丽颖的咖位太高了，像赵丽颖这样咖位的明星演员，瓜不断，饼不停是常态。这部许半夏还在剧中奋斗，关于他新剧的消息已经煞有其事了。这部新剧就是《我和我的命》，从名字里已经感受到了故事的深沉。没错，新剧的故事来头不小，它改编自著名作家梁晓声的同名小说，这是他最近今年才推出的散文作品。相信很多人已经领略过梁晓声老师作品的威力了。前段时间大火的《人世间》就是来自于他的作品，那感人至深的故事，那真实生动的人物，在一位位演技派主演的诠释下，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有了梁晓声老师文学界的影响力，再加上前作的成功，让大家对新剧《我和我的命》信心更多一些。新剧《我和我的命》的故事目前还没有官方简介，但是像这样的文学作品应该不会有大改动，原著的剧情故事灵魂肯定会在。命运多舛的我依然是主角，看过原著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女性角色是那么的有感人力，有故事感。目前新剧的主演阵容正处在网传阶段，如果真的是这样的阵容，那真的够年轻观众兴奋一场的了。因为网传新剧将会有赵丽颖和杨紫主演，从当年的流量小花到如今的正剧女王，现在的赵丽颖感觉特别适合出演一些骨子里很倔强、经历有些坎坷的角色。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不都是这样的性格？而在原著《我和我的命》中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号，因为重男轻女被农村父母遗弃，意外进入到了知识分子家庭，而这并没有一路平坦。大学退学，深圳打拼，收获爱情。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已经有了赵丽颖版我的画面了。网传主演杨紫，那可是年轻观众的最爱，妥妥的一线顶流。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她持续在偶像剧上发力，热度和流量真的让人羡慕啊！虽然偶像题材的作品让她光鲜亮丽，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她能够在风格有些变化。毕竟在大家脑海中的小雪可是演技派。如果杨紫真的出演新剧《我和我的命》的话，那可真的会改变很大一部分人对她看法。杨紫身上毕竟有着童星的光环，并且还是表演科班出身，资源嘛更是不用多说。大家一直都在期待着她的下一部作品，一部让大家直呼惊艳的作品。或许这部新剧就有很大的机会。杨紫将会在剧中饰演什么角色，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不过这样的搭档组合绝对有理由让大家付出一点耐心。靠谱的剧情故事和神仙阵容碰到了一起，有好戏看了。沉稳的网友哪能这么容易满足？大家都在等会谁回来操刀剧本故事。梁晓声老师上一部的人世间可是亲自操刀啊，希望这次他也能够上些心。还是那句话，谁会忍心让自己的亲孩子任人宰割呢？
有消息称新剧《我和我的命》有望在明年播出，您猜萤火虫会期待这部新剧能够早日官宣，并且添上赵丽颖的名字吗？说到这，申万我倒是希望这部剧成真，前提就是杨紫放下塑料脸和塑料情怀，怎么丑怎么来，怎么耍宝怎么出彩，因为这才是杨紫演技大开的真功夫或真本钱。扭扭捏捏扮靓妹真的不是她的强项和卖点，马背上扛2坨麦子也不是骆驼，马脸上涂2层面粉也不是白皙。放下包袱，演员的技能就会大开。赵丽颖在风吹半夏中滴落的长长的鼻涕，让她获得的不是一片的恶心和嫌弃，而是经验和共鸣。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真心希望演员回归演员，而不是千年不老的蛇妖模特。赵丽颖抢手，王一博同样抢手，但是这个魔幻的2022年，很明显作弊上官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当人挑逗于正敏感神经的时候，特别是提到王一博名字的时候，他的政治敏感神经就爆发了。那么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于正话术分3等，1等就是真心话，这就无需说了，他有些盛赞赵丽颖的话，几乎有些刻意恭维的成分在里面了，目的性明显。这个见人说人话的人精，利益的算盘算是打得叮当响了。2等就是门面话，就是相当敷衍的场面话，重点就是我不得罪你，也希望大家日后好相见。3等就是挖坑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境就是刺猬，充满了一堆攻击性强烈的反话，请注意是反话，所以大家都会看着开心。结果呢，都落坑了。或许您想不到的是，他也是买真爱粉合伙制造的乌镇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而且请注意，他的脾气和痞气可不是平常人 get 得到的。他如果怒了，那么坑就大了。或许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留意到，同样在乌镇，他的留言给了一位1等的朋友，他的话术此时此刻就无多了，都是1等1的真诚，而且还说的特别多。他说在乌镇碰到了久违的金世佳，我俩关系一直挺好的。他来我们公司时，我立刻给了他美人制造的男1号。他想退出娱乐圈离开公司时，给我写了封微信，我立刻就放行了。而后看过他的话剧，私聊过表演，分享过电影，好像没有哪个环节出过错。但 X 总在造谣，说他演我的戏因为理念不同很痛苦什么什么的。我当他面调侃他，问他是吗？他原话说的是，他为美人制造付出了很多，非常喜欢这部剧，合作过程也特别愉快。不知道 X 为什么会这么说。回来后我又去网上找了他那段采访，他明明说的是有些剧，我也知道是哪部剧，不知道为什么 X 非按在我头上。我就在想， X 们总是在挑拨着黎建娜的博取各方眼球，而我们圈内人得有多大的心才能不受他们影响？又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当面问出来解除误会？人生短短几十年，因为别人的话而产生隔阂，多么不值！如今世嘉已经化身表演老师，开始传道授业解惑，在这里深深的祝福他，并且希望他可以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也会一日既往的关注他。真正热爱表演并愿意为之付出的人，永远值得人尊敬。怎么样？这个最新的于正话术例子，您总算明白了些什么吧？当他的话术彻底放下的时候，他的真诚就浮出了水面。关注啊，热爱啊，尊敬啊，永远啊，真的是肉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这恰恰就是真实的于正。申万我相信，大嘴于正碰上大热电视剧风吹半夏也是无话可说了，因为羡慕嫉妒恨的成分注定塞住了他的大嘴。因为大家被陈宇宙催泪的一天又开始了。陈宇宙的病情越发严重，长则半年，短则1月。但陈宇宙的病情加重，却不断考验出周倩的感情。他动了真情，舍不得这么好的陈宇宙。本以为周倩对陈宇宙的感情始于金钱，但随着陈宇宙时日无多，周倩越发感受到被人真心呵护和对待的幸福感。周倩从小不被父母疼爱，家里还有一个被千宠万爱的弟弟，她不过是被父母逼着挣钱给弟弟娶妻的伏地魔，走上了婚托的歧途。直到遇到了陈宇宙，就像生命中透出来的一道光，照亮了周倩灰暗的人生。剧中，周倩哭着说：“这是我第一次恋爱，我们扯平了。”她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将所有宝贵的第一次都给了陈宇宙，
抵消了一开始的拿钱做戏。当背景音乐响起，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一幕真的太好哭了。说到这，欢迎同样深刻感动的您到Shin万我的短视频区自行搜索寻找这首同样让Shin万我感怀万千、泪点激多的经典名曲高清原版。您值得拥有。陈宇宙病入膏肓的事实，也让许半夏赵丽颖饰演又内疚又痛彻心扉。陈宇宙是他的兄弟、家人，甚至堪比至亲。许半夏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他欠陈宇宙的一辈子都还不完。许半夏在医院的窗户前哀痛落泪，赵丽颖的演技也再一次炸裂，哭到鼻涕直流，而且不止流了一次。赵丽颖硬是没有擦。我想起了李成儒点评演员的哭戏时的话。他说，当一个演员全情投入到角色情感中时，不会因为哭得鼻涕直流而动手去擦，因为在那时那刻，情绪的彻底释放才最重要。赵丽颖做到了，不管美不美，不管是不是鼻涕拉得老长，她一直将情绪沉浸在角色中，沉浸在许半夏即将面对亲友病逝的痛苦中，让人看得格外共情。请注意，偶像的唯美形象已经破碎了。演员的经典形象已经树立了，这一幕值得每一位当红炸子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知道，也就是去年，当《野蛮生长》刚刚开始筹备的时候，网传王一博加盟和赵丽颖二搭，但王一博粉丝认为，王一博在娱乐圈、影视圈的地位这么高，没有必要再给赵丽颖演二番、三番了。于是，王一博粉丝展开抵制，也惹恼了赵丽颖粉丝。王一博粉丝和赵丽颖粉丝开始在网上 battle， 因为两个人都是顶级流量，所以粉丝很多。双方粉丝的 battle 引起了微博官方的注意，官方对很多粉丝团、后援会的账号进行禁言、封号处理。赵丽颖工作室的微博甚至还被禁言了1个月。这些沉重的历史和厚重的记忆，刚刚好从头到尾都被全网唯一的细节档Shin万我第一时间存档了。所以历史真的很好玩，因为轮回看得见。当时很多官媒也批评了这种饭圈互撕的行为，最终野蛮生长剧组找欧豪接替王一博。王一博凭借电视剧《陈情令》爆红后，接拍的第一部电视剧是《有匪》，这也是赵丽颖生孩子之后接拍的第一部电视剧。这部剧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或许操盘者真切抓住了某些真爱粉丝一山不容二虎的心理，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之下，双方粉丝从这《有匪》开拍的时候就一直在 battle。《有匪》本来是计划在湖南卫视播出的，但最终只在腾讯视频播出，播放量不会很高，豆瓣评分也只有 5.5 分。总之，这次的合作，某些真爱的力量已经开始发酵了。Shin万我老实说，风向，遇到不懂正主内心的干柴烈火，肯定着火。王一博爆红后，接拍了3部电视剧，分别是《有匪》、《冰与火》、《风起洛阳》。《冰与火》曾经也网传在湖南卫视播出，但最终也没有成功。所以这3部电视剧都是纯网剧，对王一博来说很遗憾。假如没有突如其来的粉丝造反事件，如果没有鸡血冲上脑袋的热血粉丝，如果没有Shin万我先知先觉的幕后黑手，甚至如果这些脑袋烧坏的真爱粉看了Shin万我的深八硬核，那么王一博如约参演《风吹半夏》，他就有上星电视剧的代表作了。因为现在《风吹半夏》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播出，收视率很高。那些兴风作浪、不懂王一博的真爱粉丝会不会后悔呢？一时的冲动就是魔鬼，不但遮住了自己的双眼，而且还成功阻碍了自己偶像的演艺事业的发展。现在居然还好事成双，加多一件乌镇事件，赠兴自己的正主，把粉随正主彻底改为了粉碎正主。说实在的，每个真爱粉只要把心思意念放在正主的角度，绝对不会出现这些想当然的伤害事件发生。毕竟清流难得，顶流难做，每一天都需要智慧的眼睛跟正主同行，需要念念不忘的信念，奉献祝福，而不是想当然的买和冲。刚刚好，这3天全网独家，依旧清醒的Shin万我同样完整记录了这些镜头和不堪。所有的记忆都可以考古，因为所有的伤害都有记忆。说白了，去年Shin万我已经第一时间铁口搅局的人，就是看中了一些真爱粉粉碎正主、伤害正主的潜力潜能。因为不少真爱粉都受不了正主摔跤、吃苦、变丑等等。
这些自私的心态严重阻碍了王一博的成长。例如，身外我全球独家深扒硬核的王一博这次力求隐形的乌镇之行，明晃晃他就是为了一个人一件事，结果被漫山遍野的真爱给打卡、给黄牛给砸了。口头上粉随正主，行动上粉碎正主的真爱粉，肯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眼光永远只能停留在自己头顶上的那个小圆圈。至于王一博的梦想、王一博的清醒、王一博的忧患，都在真爱的搅局下成为了无法突破的2022现实困局。粉丝造反事件一年一轮回了。当然了，赵丽颖的忧患意识也是相当的扎实。过了30岁之后，她的焦虑也是肉眼可见的。即便在人前的形象让不少真爱粉丝都无法读到背后，就像身外我刚才提到的王一博露营照片，绝对没人想象得到他的内心挣扎和痛苦。5年后，他同样30岁，而30岁对演员来说是个分水岭，很好的诠释了何为不进则退。至于男演员，长相不再稚嫩，演技愈发成熟，戏路则也随之拓宽。至于女演员，在市场审美追求年轻化当下，转型迫在眉睫。宋丹丹在《演员的诞生》上这样说：“30、40岁的时候，基本没人找我演戏了。”要知道，宋丹丹可是实力派，不必担心颜值是否下滑。要问有多残忍，吴奇隆的回答最现实：女演员要珍惜和我演对手戏的机会，不然过几天就是我妹妹，过个10年就得演我妈。所以，身外我同样感同身受所有演员，特别女演员的压力和重负。那么，演员如何才算成功？是全国人民都能喊出你的名字，还是说出的你作品？只能说，真正的演员懂得隐藏，将生活与工作隔开。这也是为何胡歌、张译、靳东等人坚持不上综艺，反倒是陈赫、邓超等综艺大咖，一定程度上亦让人出戏。或许这就是赵丽颖能转型成功的原因，基于其性格坚韧不拔、义勇不妥协，取决于其格局不被圈内恶风所污染。